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菲尔，感谢您正在收听《世界奇闻录》。今天我们来讲凡尔赛宫的时空隧道事件。在1901年8月10日，两位英国教师在游览凡尔赛的小特里亚农宫时，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他们看到了18世纪法国王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和那个时代的一些人。据法国《每日先驱报》报道，1901年8月10日，这两位英国教师在游览凡尔赛小特里亚农宫时，看到了18世纪的法国王后和那个时代的一些人。在经过几番调查后，他们发现自己竟然到过18世纪的法国，于是在191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《历险》的图书，向世人讲述了这段神奇的经历。在近几十年来，西方各国研究人员数十次调查这两位英国教师夏洛特·安妮、莫伯利和埃莉诺·乔丹的背景。他们既没有撒谎的前科，而且还是令人尊敬的人物，不可能为了沽名钓誉而编造故事，在他们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。西方研究人员排除过许多关于时间倒流的事件，而对莫伯利、乔丹事件却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。夏洛特·莫伯利出生于1846年，他的父亲乔治·莫伯利是温彻斯特学院的校长，后来担任过索尔兹伯里主教。1886年，夏洛特·莫伯利在牛津创建了第一所面向贫困女学生的圣修学院，并邀请塔利诺·乔丹帮助管理这个学院。艾莉诺·乔丹出生于1863年，他的父亲是一名教区的牧师。和当时大多数英国女孩留在家中学习不同的是，她是在曼彻斯特的学校里完成的学业，并出版过一系列的教科书。乔丹在巴黎拥有一所公寓。1901年夏天，莫伯利和乔丹来到巴黎旅游。作为旅行的一部分，莫伯利和乔丹决定前去参观凡尔赛宫。一开始，他们并没有感到凡尔赛宫与平常有什么不同。他们打算步行穿过花园进入小特里亚农宫。途中，他俩经过了大特里亚农宫，发现大特里亚农宫已对公众关闭了。虽然他们随身携带着旅行指南，但此时却似乎迷路了。他们进入了地图上没有标注过的小道。莫伯利看见一个妇女在窗边挥舞着一条白色的小布巾，乔丹则看到了一座荒弃已久的农舍。渐渐的，两人感到有些莫名的担忧，就加速前行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碰到了宫廷园丁，园丁告诉他们笔直走就行。走着走着，乔丹看到了一幢小别墅，门口站着一个妇女和一个女孩，她们身着18世纪的服装。妇女正递水壶给女孩，但令人吃惊的是，眼前的这两个人竟然是静止不动的。乔丹后来回忆道，他们就像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一般。莫伯利没有注意到小别墅，却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头。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不正常，使人感到恐惧。他们走到了接近湖边爱之殿堂的地方，邂逅了一个男人。他坐在花园的亭子里，身披斗篷，戴着一顶大礼帽。莫伯利这样描述，他的脸非常可怕，脸色又黑又糙。乔丹注意到，这个男人突然转过脸来，
脸上有得天花的印记，面色发黑，奇怪地看着我们。莫伯利和乔丹吓了一大跳，赶忙离开。在前行的路上，他们又遇到了一个举止优雅的男士。这位男士告诉了他们通往小特里亚农宫的道路。穿过一座小桥后，他们到达了宫殿前的花园。莫伯利看见一位正在草地上画素描的女士。这位女士打量了一下莫伯利和乔丹，他们赶忙转身离开。莫伯利后来确信，该女士就是18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16的王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。他在书中仔细描述了王后的穿戴，身着鲜亮的夏季服装，头上戴着一顶遮阳的白色帽子，头发很长，衣服和发型都是典型的18世纪贵族式样。莫伯利说，安托瓦内特王后看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不走。随后，莫伯利和乔丹进入了小特里亚农宫。不知怎么回事，一切忽然又恢复了正常。他们碰到了其他一些旅行者。离开巴黎后，莫伯利和乔丹在1周内都没有提起过这件怪事。直到心态平静下来，莫伯利问乔丹是否也觉得小特里亚农宫附近闹鬼。乔丹回答有同样的感觉。两人对比了各自的回忆，决定分开写出当天的所见所闻。为了搞清楚真相，莫伯利和乔丹此后又多次参观凡尔赛宫，但都没有找到他们曾经走过的那条小道。他们经过的那些小别墅、亭子和小桥都突然消失了。他俩起初觉得会不会是有人在组织化妆聚会，但是查遍了当天所有的凡尔赛宫登记，都没有发现搞过此类的活动。经过调查，他们发现那天在亭子里碰到的可怕的男人，就是德沃德勒伊伯爵。他是安托瓦内特王后的一个朋友。1911年，莫伯利和乔丹以笔名伊丽莎白·莫伯森和弗朗西斯·格兰特出版了一本名为《历险》的书。一开始，专家学者们没有经过认真研究，就将此书贴上了歇斯底里症发作的标签。然而1912年，一本18世纪的凡尔赛宫地图被发现，上面清楚地标注了莫伯利和乔丹所走过的小桥的方位。这条小桥从未在任何旅行指南上出现过。一些学者开始相信，在莫伯利和乔丹身上发生过某些奇怪的事情。莫伯利和乔丹后来都于1937年去世，他们在凡尔赛宫的经历成了20世纪的未解之谜。他们是无意中走进了时空隧道，还是有其他鲜为人知的事情发生呢？这一谜团直到今天还未能解